被认为是史上最重要的第10届欧洲议会选举于布鲁塞尔时间9号晚落下帷幕。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中间派仍取得最多席次，然而极右极左阵营的席次明显增长，对法德政坛冲击较大。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即宣布解散法国国民议会，被认为是一场豪赌。外界担忧极右翼势力是否将带动欧洲政治整体右转，新一届欧洲议会又将如何影响中欧关系？来看看报道。 5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于当地时间6月6号至9号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举行，这也是英国脱欧后首次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9号，德国、法国、意大利等21个欧盟成员国举行投票。此前已有荷兰、爱尔兰、捷克、拉脱维亚、马耳他、斯洛伐克6个成员国完成了投票，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于9号晚陆续公布各自投票结果。作为欧盟的监督、咨询和立法机构， 欧洲议会是欧盟的核心机构之一。欧盟各成员国在欧洲议会所拥有的席位总体以国家人口数量为基准，经政治协商后确定。人口较多的国家所拥有的议席也相对较多。在本届欧洲议会的720个席位中，德国、法国、意大利分配到的席位较多，分别有96席、81席和76席，而人口较少的塞浦路斯、卢森堡和马耳他分别只有6席。在欧盟内， 欧洲议会是唯一一个由成员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因此选举也被视为欧盟民意的风向标。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持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党团以及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所获议席减少幅度较大，欧洲议会向右倾斜明显。面对极右政党崛起，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领导、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仍稳守欧洲议会最大党团的地位。 此结果将有利于冯德莱恩争取连任。冯德莱恩表示，欧洲人民党将会建立抵御左右翼极端势力的堡垒。The center is holding,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extremes on the left and on the right have gained support. 目前来看呢，那么欧洲多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极右翼政党参政， 或者是甚至是主政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很多的极右翼政党它无法实现它依靠本人的力量单独的进行执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它需要在很多的这个政策主张的理念上与其他政党进行一个协调，也会一定程度上限制它的这种过于激进的主张落地。欧盟多国选民对极右势力的支持震撼了传统中间派主导的大国，更是直接冲击了法国政坛。根据法国多家媒体9号晚公布的出口民调结果，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超过31.7%的选票，在法国政党中得票第一。执政党复兴党仅获得14.9%的选票，远低于极右翼政党。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于6月30号和7月7号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2轮投票。他直言，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对于捍卫欧洲的政党来说不是一个好结果。J'ai décidé de vous redonner le choix de notre avenir parlementaire par le vote. 从日程表看，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开始。在奥运前3个多礼拜，马克龙需要进行2轮国会大选，在如此短暂而激烈的选举中，从国民联盟手中收复失土。反对党大多持批评态度，指责马克龙采取了鲁莽举动。还有数百名左翼、绿党等政党支持者9号晚集结于巴黎共和国广场，表达对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不满，指总统马克龙提前大选是危险的赌博。路透社评论称，马克龙已经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如果国民联盟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马克龙将失去制定经济、安全等国内议程的权利。在这种共存情况下，法国总统依然可以指导国防和外交等政策。而由议会多数党推举的总理将成为法国国内事务的最高决策者。马克龙所属政党成员表示尊重和支持马克龙的决定。When you love your country, when you love French people, you need to take risk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preoccupation and to listen and to act in order to answer the issue. 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在法国最近2届总统选举中是马克龙的强劲竞争对手。他对马克龙的提前选举决定表示欢迎，并称他的政党已经准备好在马克龙召集的议会选举结果出来后执政。En clair, nous sommes prêts à redresser le pays
prêt à faire revivre la France。这些欧洲极右翼的崛起啊，他们会影响什么？他们讨厌欧盟，有好多国家都说要退出欧盟啊。怪不得我们马克龙会跳出来说啊，欧洲快消亡了，因为极右翼在崛起啊，他们都不要欧盟啊，没有欧盟就没有欧洲啊。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吧。马克龙总统希望通过这种在国内重新选举的方式呢，进一步的通过一场政治运动来呼唤更多的民众走到这种亲欧，那么支持欧洲一体化，支持传统这种政治方向的这种道路上面来。那么由于法国是一个欧洲一体化的决定性的这个领导国家，那么因此呢，各方对于法国未来政坛的这种走势，对于整个欧盟的影响都是十分关注的。在本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欧盟多个成员国的右翼政党表现强劲，支持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美联社称，在欧盟27国中人口最多的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达到创纪录的16.5%，较2019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以上。外界注意到，如果以单个政党来算，选择党前所未有的成为德国第一大党。相比之下，德国执政联盟3个政党的总支持率刚刚超过30%，以单个政党计算的话，更是无一党得票率比得上选择党。美联社形容，舒尔茨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夜晚，因为他领导的社民党取得的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成绩，得票率仅为14%，但输得最惨的是绿党。5年后的支持率从2019年创纪录的20.5%锐减至11.9%。执政小党自民党获得约5%的选票，比2019年的5.4%略有损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调会比极右翼还要低啊！这简直不可思议啊！按计划，本次选举产生的下届欧洲议会将于7月16号开会。下届欧洲议会产生后，将通过投票表决选出新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国际媒体关注欧洲议会右倾趋势，以及对欧盟未来推行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路透社分析，欧洲议会若是向右转，可能导致涉及欧洲安全、气候变迁以及中国和美国产业竞争等议题的新法案更难以过关。不过，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民族主义政党究竟会发挥多少影响力，也要看他们彼此之间能否克服分歧、携手合作。美联社指出，欧盟过去数十年的历史中，强硬右派大致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如今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有斩获，对欧盟未来的移民、安全与气候政策将有更多话语权。需要指出的是，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持续、美国大选前景不明的背景下，欧洲正面临着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法国最新一期的《快报周刊》和《观点周刊》的封面专题均特别点出欧洲面对的外国影响力行动的威胁。德国媒体则关注到，尽管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然而却在对华政策上能取得共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都倾向于中国。对于中欧关系将如何变化，外界存在不同声音。有分析认为，对于中欧经贸关系而言，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可能会使欧盟在对华政策上进一步保守化。此外，无论冯德莱恩连任成功与否，欧委会大概率也不会大幅度调整去风险的对华政策。还有分析则认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短期对中欧关系改善的影响预计比较有限。欧洲议会选举在不出现政治势力根本变化的基础上，不会改变欧盟对华的定位和基本认知。事实上，在中欧投资协定在被冻结的这个过程中呢，欧洲议会实际上是发挥了很大的这种负面作用。随着欧洲议会它内部政治生态的日趋的复杂，那么可能也会使得中欧关系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欧洲议会选举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右转倾向，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从整体来说，欧洲议会党团的版图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议会党团依然是欧洲人民党团和社民进步联盟，也就是说，中间党团还是主导力量。当然呢，极右翼的一些政党的崛起也是颇受关注，这说明欧洲政治思潮的确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欧洲议会的议员是由直选而来，虽然欧洲议会在欧盟架构中的存在感并不是很高，但是呢，
选举的结果折射出欧洲政治的晴雨表。极右翼政党获得的席位有了重大的进展。一方面呢，极右翼政党的主张在这2年也发生变化，不像之前那么极端了，向中间方向靠拢，这应该是这些政党获得支持的重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欧洲最近几年遭遇了一系列的挑战，原有的政治主张似乎没有帮助欧洲走出困境。比如说在移民问题上，极右翼政党非常明确的是要求限制移民。其实在英国脱欧的时候呢，移民问题已经政治化了。从欧洲社会的变革的角度来看，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面临的长期的挑战。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文明身份的矛盾，甚至是冲突已经社区化了，这是欧洲面临的千年大变局。反移民的主张深层次来看呢，是一种文明和身份的焦虑。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代表了未来欧洲的一种政治走向，而且可能是比较长期的态势。最后，此次选举结果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来说呢是个好消息，他所在的党团依然是欧洲议会第一党团，这对于谋求连任的冯德莱恩来说是很大的助力。他在选举后表示说，赢得了欧洲议会的选举。欧洲议会选举之后，马克龙宣布解散法国国民议会，提前大选。而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的成绩也是空前糟糕，甚至有人说马克龙在赌博。您是如何看？法德作为欧盟的主心骨，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德执政党大败。马克龙认为这一选举结果对于捍卫欧洲的政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结果。马克龙被认为是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今年以来呢，马克龙在欧盟战略自主的问题上表现抢眼，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法国可以说扮演了欧盟领导者的角色。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马克龙的欧洲主义的政策似乎并没有帮助所在的政党赢得更多的席位，而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的席位是马克龙政党的2倍。而在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之后呢，国民联盟的领袖勒庞则表示说，做好了执政的准备。提前举行大选呢，是为了能够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目前马克龙的复兴党在国民议会的席位没有达到绝对多数，因此呢，执政党的一些变革的计划受到反对派的阻力。当然呢，提前大选的结果如何，现在也是不可知。但是各个政党呢，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席位。相比于法国，德国总理舒尔茨面临的形势更加的糟糕。执政联盟在这次选举中可以说是惨败。而在野的基民盟呢，保持了基本盘，极右翼的选择党成为德国第2大政党，在德国东部呢成为主要的政党。这一选举结果似乎预示着德国的政党版图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下一次德国大选，社民党将面临着艰难的考验。